沈家的亲女儿，只能有我一个。若能重来一次，我必定不会再为了得到家人的认可，懦弱忍让。我没有剽窃，我没有抄袭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抄袭我的画呢？不要脸！居然在国家级的比赛上抄袭你妹妹的画！就算在外流浪多年，刚找回来，也不能因为嫉妒青春去干这种事儿。我没有抄袭，爸妈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没有。别叫我妈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铁证如山了，还敢狡辩？你果然是没教养的东西。好好看看纯纯画的，你就是抄，也抄不过纯纯。为什么和我画的一模一样？姐姐，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？这明明是我比你画的更好啊，你连抄都抄不好啊！不可能一模一样啊，不可能！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？爸，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做错事不承认也就算了，还敢顶撞父亲！哎呀，爸，您就别打姐姐了。姐姐呢，估计也是嫉妒我能在爸妈的爱护下长大，所以才抄袭我的画，想让爸妈认可她罢了。纯纯，别替她说话，她就是没教养，品行低下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从今天起，给我滚出沈家！爸，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？为什么？所有人都不相信我，我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姐姐，我相信你啊。哇，画得真好啊！多亏了你的创意，让我在比赛上获得了冠军。为什么你能先我一步画出来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好奇我是怎么复制了你的画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因为我能透过画板清楚地看到你的创作。透视？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抢我的？抢？凭什么你能有这么强的天赋？凭什么你又是沈家的亲生女儿？你有就是你应得的，我也享有就是抢。你也享有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为什么要偷走我的冠军，还要诬陷我抄袭？我绝不允许因为你回来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跟你抢什么，我也不想做什么沈家的千金，我只是想得到爸妈的一点爱而已。你做梦，沈家的亲生女儿只能有我一个。若能重来一次，我必定不会再为了得到家人的认可懦弱忍让。我重生了，居然回到了被诬陷剽窃的比赛开始前。上一世我极度渴望亲情，却一次次被这一家人污蔑陷害。这辈子我绝不会再为这些人流一滴泪。我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哼！姐姐，爸爸和你说话呢，别装听不到呀。别碰我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妈妈，你别怪他，姐姐刚回沈家，还不是很懂规矩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说了，别碰我！你个要死的，竟然动手打你妹妹，一点姐妹亲情都不讲。我还说让你比赛上照顾下纯纯，你竟然打她！我照顾她？凭什么？你是不是嫉妒你妹妹才不肯的？我嫉妒？
他跟随名师学画多年，一点成绩没有，有什么好嫉妒的？姐姐，你想要冠军，我可以让给你啊，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虽然我流落多年，但我既有天赋又有能力，之前的作品也是得过奖的，不然也不会被邀请来参加这次的比赛。你说把冠军让给我，恐怕我闭着眼画，你也得不了奖。毕竟你连参赛资格都是爸妈花钱买的吧？贱人，居然当众揭我短！姐姐，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你个死丫头，竟然这样编排纯纯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大庭广众之下侮辱你妹妹，丢我沈家的脸，这可是在直播啊，不许你瞎说！我瞎说？沈星纯，你觉得呢？姐姐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也可以欺负我，但你别在外面这么针对我呀！沈清慈，你又动手打他，你真够恶毒的！你是不是嫉妒他的能力比你优秀啊？别这么说，姐姐，如果打我能让你消气的话，那你打吧，只求你别再惹爸爸妈妈生气了。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你还真打我！这次是清水，再敢犯贱，下次可就不一定了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就会欺负你妹妹！早知当初，我就不该带你回来沈家。你可算说了句人话，早知今日，当初我也不会为了所谓的亲情再三受辱。沈清慈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你要是疯了，就别参加比赛，在这丢人现眼。好啊，我现在就退赛。不行！好啊，我现在就退赛。不行！纯纯，他退出比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妈，姐姐不能退赛。哦，我退赛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姐姐，你在外多年，苦练画画技术，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吗？别因为一家人拌嘴，错失了好机会啊！纯纯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想着为他好？他真退赛了，我可怎么办？我又画不出来，可全指着抄沈清慈呢。姐姐，你欺负我、抄袭我，这些都没关系，但要是真退赛了，可就没法得奖了。今天赢得这场比赛，不是你最大的愿望吗？以前是，现在嘛，我不在乎啊。姐姐，这好不容易得来的比赛资格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怎么能放弃呢？你似乎是很想让我参赛啊，还是说没有我在场你就画不出来了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画不出来呢？我只是不希望姐姐放弃了这次好机会。用不着你操心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但你别撕了准考证了。不撕啊？那好吧，那你求求我。姐姐，没必要这样吧？你一个人在这丢人还不够吗？非要拉上纯纯？沈清慈啊，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？自己参加比赛还要妹妹劝着你啊？距离比赛开始还有5分钟，闲杂人等可以离场了。5分钟啊！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看看这地脏的，看着我就没心情比赛。先把地弄干净再说。好。沈清慈，你妹妹的手是用来画画的，你敢让她拖地你？我哪让她拖了？我想着她随便叫个保洁过来不就行了？结果谁知道她这么蠢？哎，我们纯纯那可是天之骄子，你既然说她蠢，我看你才是奇蠢无比。我蠢？那我现在就走，你们自己玩吧。姐姐，我帮你拖干净不就行了吗？走什么走啊？接点刷笔水去。好，只要你不退赛，什么都好说。太过分了！
桶刷干净了吗？就接水。行，我再去洗，洗到你满意为止。你，沈清慈，你到底还能不能比赛？不能比赛就滚蛋！怎么还使唤起我们纯纯来了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不就是个比赛吗？不比了。哎呀妈，你别管了。姐姐，你消消气啊，你不要这么冲动嘛。还有啊，这画笔这么脏，我怎么用啊？一点眼力见没有，也不知道你爸妈怎么教的你。沈清慈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比赛结束，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一个偷窃别人的贼，让你永远抬不起头。行，我去洗，保证洗得干干净净。这样可以了吗，姐姐？比赛即将开始，参赛选手准备就位。行，那就准备开始比赛吧。沈清慈，你终于上当了！只要你参赛，我就能用你的创意夺冠。上一世被你诬陷，又惨死在你手上，重活一世，我定要赢得这场比赛，让你身败名裂。本次比赛以人物和风景为选题，参赛选手各自选择发挥。哎呀，还真是很难抉择呢。姐姐，你打算选什么呀？我选什么关你什么事儿？难不成你要和我选一样的？我只是好奇而已，不知道姐姐的水平会选什么呢？人物。哎呀，好巧啊，姐姐，我也打算选人物来着。你不和我选同一个选题就画不出来了是吧？狗皮膏药似的，非要和我选一样的。你就得意吧，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好了，诸位选手，比赛正式开始，时间为3个小时，现在开始倒计时。选好题目的就可以开始创作了。不管你选什么，我都能碰到，还能先你一步完稿，说不定还能锦上添花。搞什么？搞了半天就写个名字。怎么回事？沈清慈怎么不画呢？姐姐，你怎么不画呢？早早画好，给你时间临摹吗？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不着急，等你完了。再想有个颜色怎么调？什么颜色啊，姐姐？我可以帮你调啊。肤色。肤色确实不好调，我来调。不对，太白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再改嘛。还是太浅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想要画什么样的人物呢？我来跟你对比一下。没想好，但肯定没这么难。没事儿，那我就再加深一点点啊。还是不够深。到底有完没完？到底怎么样才算深啊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我要的是流光溢彩的白，流光溢彩，赶紧给我调。姐姐，你别闹了，你快画行不行？我没闹啊。他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我总不能跑过去按着他的手让他画吧？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你赶紧画吧，行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难不成你怕我一直不画，最后交一张白卷儿？没有啊，你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我只是怕时间到了你画不完而已。哦，哎呀，早知道是这样，还不如让他退赛。坐在那里不画，也不知道做什么。这下真是将我沈家的颜面扔地上了。那咋了？我就算交白卷，也要在赛场上坐个3个小时。什么？你真要交白卷？姐姐，你怎么还不开始？你不会真打算交白卷吧？我交白卷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姐姐，你要是真交白卷，爸爸肯定会以为你又给沈家丢脸了。
没关系啊，你好好画就行，争取给沈家长脸。加油哦！沈清慈，你到底画不画？着什么急啊？沈星纯不也没动笔呢？我说一句你就理3句，你妹妹那是在构思呢。我也在构思。姐姐，你就别跟我置气了，你赶紧画吧，行吗？你赶紧画你的，少管我。比赛时间已经过半，请各位参赛选手合理安排时间。姐姐，只剩1个半小时了呀，再耽搁一会儿就真来不及了。行吧，那我要开始画画了。沈星纯，你有了超了，还是要高兴的放爆竹。太好了，沈清慈终于不得不画了。我要在这场盛大的比赛上坐实他的抄袭丑闻，让他身败名裂。无论你画什么，我都看得到。我临摹的还更快。沈清慈，稍后你就会因为抄袭被众人唾骂。抄袭还倒打一耙，很快就要被反噬喽。沈清慈，你还真有2把刷子。人物画像，你居然能想到画这种人物，不得不说，艺术性还是太强了。果然上当了，沈星纯啊，沈星纯，这辈子别想再诬陷我抄袭，夺走属于我的冠军。沈清慈，我先你一步画完，看你拿什么和我比。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。老师，我要交卷。我从业几10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设计如此大胆的写真画像，居然能画出水平这么高的作品，既有艺术的想象，又有现实的意义。有创意，更有意义，太妙了！不愧呀，是从小学画，这功底呀，太强了。Sister， 我的已经画完了，你的呢？画完就画完了呗，管我呢。老师，我要举报沈清慈抄袭。抄袭？你举报我抄袭？对啊，你画的和我画的一模一样，我早就猜到你会抄袭。我提前交卷了。果然一模一样。沈清慈，你的画还没画完，怎么解释？解释什么？我抄袭？我都没画完，你就说一模一样？没画完，哪里没画完？沈清慈到底要搞什么鬼？少在这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谁都能看得出来，你和纯纯画的一模一样。事实就摆在这儿，少在这狡辩。你真是丢了我们家的脸面！我说了，我还没画完，你们着急下什么定论？就算你还没画完，但主体构图与线条与沈星纯的作品高度一致。国际赛事上抄袭他人，你是想被美术界除名吗？我没有抄袭，他就是故意拖延不画，想等我交卷后模仿我的构图补完。我提前交卷，就是怕他抄袭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看我今天不教训你！教训我？我还没画完你就装模作样的替天行道！重来一世，沈家人竟然还是偏爱沈星纯，对亲生女儿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差。姐姐，你要是喜欢我的创意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让给你就是了，何必故意这样，搞得大家都难看。你的创意？对啊，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前几天我就在家里跟姐姐说，我想要画一幅这样的人像图，我当时还把我的想法描述出来了呢。沈星纯，撒谎还倒打一耙，可是会遭报应的。哎，沈清慈，不许这样说纯纯。我说了，我还没画完，我不可能画的和他一模一样。还有最后5分钟，你当我们都是瞎子吗？哎呀，只剩最后5分钟了，你就算重画也来不及了。用不了5分钟，1秒就行。沈清慈，你疯了吗？这不可能啊！沈星慈的画变了，神迹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各位，这才是我真正要创作的画。我竟然亲眼见证了艺术的诞生，的确极具艺术性啊！老师，您先别激动，您不觉得沈清慈的画他跑题了吗？对，
老师，我姐姐这幅画跑题了。你们是非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？泼脏水？难道不是吗？你选的是画人物，可结果呢？你又是画人物，又是画风景，不是跑题了是什么？好像确实是跑偏了。姐姐，你不能一幅画霸占2种题材吧？要我说呀，他既然跑题了，这个就没有成绩。这理论上偏题确实是0分，但这幅画其他地方都很不错，我一时之间也难以确定。题目是张会长出的，不如等张会长看过之后再下定论。张会长就是那个美术协会的画坛巨匠，张大师。既然是张会长的选题，那要求啊更是严苛。他这个作品呀，绝对没有成绩。重生一世能否翻身，就看我能否通过这幅画征服那位以严苛闻名的张会长了。放心，我绝不可能跑题。重活一世，我自然知道这次选题到底是什么，只怕在场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这次比赛还有隐藏命题。姐姐，主要是我听说张会长是出了名的严苛呢，最反感违规的人。是啊，这幅画虽然是佳作，但确实存在明显的跑题。老师，请您放心，我有信心张会长一定会喜欢这幅画的。嘿，还有信心？不谦虚，你怎么能这样自卖自夸呢？还得跟你妹妹多学学。就是啊，姐姐，多学学规矩呢是没有坏处的。我听说张会长十分讨厌品行不好的学生呢，你这么自负是会惹人讨厌的哟。蠢蠢说的对，像你这样没规矩啊，在外面说话是会挨打的。我说没跑题就是没跑题。喂，张会长，您打电话来是有什么指示吗？什么？好的，张会长看了我们的直播，非常满意沈家千金的作品，要亲自来现场收沈家千金为徒。沈家千金，说的是我吗？这个具体我也不好说，张会长只说要收沈家的千金。张会长不是已经不收徒弟很多年了吗？是啊，这不是破格收个关门弟子吗？收沈小姐。那张会长有没有说收哪个？这个张会长只说要收画得很好的那个沈小姐。哎，老师，沈家千金当然是我们家蠢蠢啊。那可不一定哦。这有什么不一定的？难不成张会长还能收你为徒？你也配？我不配？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什么不配？老师，我从小呢就在学画画，家人们为了我也是付出了不少心血。从小呢，我也是师从名门。姐姐虽然什么都没有学过。什么？沈清慈没学过绘画？哎呀，姐姐，都怪我，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呢。老师，我确实没学过画画，在回到沈家之前，我一直在外面流浪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哪有条件学画画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这幅画呢，确实可能存在跑题，但张会长说了，要收沈家千金。沈家千金当然是我们蠢蠢了，蠢蠢也是沈家千金啊。这倒也是。真是天助我也！你跑题了，这关门弟子的殊荣只能归我了。妈，同样是沈家的女儿，你为什么从来只向着沈星纯啊？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你呀，什么事情都想和你妹妹比。这次比赛，我看你呀是偷偷在家学了，故意和你妹妹较量吧？我抢她什么了？我在外流浪10几年，是她抢了我的人生。纯纯啊，是养在我身边10几年，而你呢，在外面不学好的野丫头。沈清慈，心眼怎么那么小？你就不能容下你妹妹？我小心眼，对，在这个家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他沈星纯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找回来？沈清慈，要我说，把你找回来就是千错万错。我看也是，你们沈家有沈星纯一个女儿就够了，何必找我回来？姐姐，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爸爸妈妈会伤心的。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样子。姐姐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放心，就算我成了张会长的徒弟，我也不会嫌弃你，不认你这个姐姐的。我是很放心，
你压根也没机会拜入他门下。沈青瓷啊，你简直欺人太甚！要我说，冠军就应该是我们家纯纯的。妈，你怎么能撕了我的画呢？我就撕了，怎么了？又是抄袭，又是跑题的，该死！你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事情败露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我？那你们怎么不为了沈星纯和撕了他的画呢？你还敢顶撞你父母？我就是对你太好了。对我太好了，好啊，这份好谁爱要谁要。既然你们都向着他，那从今以后，我跟你们沈家再无瓜葛。姐姐，你说这种话是真的会被赶出沈家的。要不然我替你跟爸爸妈妈求情，爸妈原谅你了，那你就还能在沈家做大小姐。你脑子没病吧？我一个亲女儿回自己家，还要你这个外人帮忙？纯纯，你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女儿，她才是外人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是外人，我一个亲女儿是外人，你沈家还真是可笑。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沈家，以后就别回来了。青瓷，这么大人了，说话要过脑子的，别前面说完后面又反悔啊！绝不可能反悔，有你们这样的家人，我在沈家的每一秒都觉得无比恶心。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从今以后我就只有纯纯一个女儿。从现在起，沈家只有纯纯一个千金。对了，你和沈家断绝关系也可以，但是必须要给纯纯道歉。你们是不把我搞臭是不会罢休了是吧？现在还要造谣我抄袭？抄就是抄了，敢做不敢当了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那我还说是他抄袭了我的话呢。你脑子有病就去治，他坐的位置能抄到你的吗？那这谁说得清啊？差点让他猜中了，不可理喻。哎，赵会长，您到了。赵会长，我等翘首以盼，您终于到了。哎，那谁，快过来！赵会长，您不是要收一位关门弟子吗？这两位就是沈家的千金。行了，先把画让我看看。赵会长，你好。赵会长，这位啊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。赵会长，来看看我女儿的画。你就是沈家的千金？张会长你好，我叫沈星辰。哦，这个是我刚刚参赛时做的画。画得不错。哎呀，我女儿啊，她从小就学画画的，不错，有功底，难怪会出这么好的作品。那张会长的意思是，纯纯可以当您的徒弟了？谁告诉你我要收她当徒弟的？啊，可是张会长，您明明是说他画的不错呀。在我这里，不错和凑合同一个意思。张会长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要找的不是这幅画。张会长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您明明就是说纯纯她画的不错，您找的是沈家的千金，我们纯纯她就是沈家千金啊。这确实是沈家千金，但这幅画不是我想要的画。不是有一幅山水和人物融合吗？那张画在哪里？拿过来我看看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只是想看一幅画而已，这么费劲。那张画现在在哪儿呢？好像在沈青瓷的画板里。画板里？你就是沈青瓷？是我。把你的画拿出来看看吧。这画恐怕没法给您看了。作为一个画师，对自己的作品一点信心都没有吗？因为这画已经被我的家人给亲手撕碎了。张会长，青瓷这幅画被他妹妹指责抄袭，还有点跑题，就在刚才他们争论中不小心被撕碎。张会长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到一张七零八落的画。知道不好意思还不赶紧把他牵引出去，在这里干一眼。是啊，姐姐，你怎么能给张会长看这种画呢？说说你的创作思路。我的想法可能会有些冒进，我想题目既然要山水和人物，那不妨把这两者融会贯通一下。果然有可造之才呀！
这幅画太好了，细节完美，情绪丰富啊！谁死了这幅画？我有眼无珠，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啊？张会长，能拜您为师，是我这辈子梦寐以求的事儿。好，改口叫师傅吧。谢谢师傅。张会长，这幅画之所以一开始没给您看，是因为现场大家都认为他有点跑题啊。是啊，会长，他这幅画真的就是和题目不相符。跑题？我当时出的题目是什么？你再重复一遍。以人物和山水为题。所以哪里跑题？人物有，风景也有，而且融合的恰到好处。这样说的话，这幅画完全按照题目的要求做出来了。不仅做出来了，还做得很好。可是这幅画还抄袭了呀！是啊，会长，您再仔细看看，这幅画就是他抄我们家纯纯的。抄袭？这种质量的画，你抄个让我看看。不过脑子的话，就不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。他沈清慈从小就食不果腹，他根本就没有学过画画的，他怎么可能画出这样的画来啊？这就叫天赋，再加上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罢了。不仅是运气，还有重来一次的底气。你是说，你从来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，就全靠天赋？回到沈家之后，有了工具，就开始学画画了。没想到啊，这样一幅画，竟然全是靠天赋做出来，无法想象。你要是经过老师稍加指导，以后会有怎样巨大的成就啊！你们就是在这胡说八道！沈清慈，你在这强词夺理，胡说八道！你这幅画就是抄我们家纯纯的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抄袭，谁抄袭谁全家被雷劈。您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这里这么多人呢，你就别在这里为老不尊肆意撒泼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爸妈平时对我们这么好，你竟然拿他们的性命发誓！我没有抄袭，我当然敢。倒是你，姐姐，这种话我可是绝对说不出来的。张会长今天也在这儿，姐姐要是还生气的话，你就继续打我吧。沈清慈，你推你妹妹做什么？春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硬，三番五次的欺负你妹妹？天地良心啊！我根本就没用力，是她自己摔的。你还诬陷纯纯？你妈妈这么心地善良，怎么生出你这么恶毒的女儿啊？我还没说你眼瞎了呢，你居然先说我恶毒！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父亲啊？张会长可是在这呢啊！你再这样忤逆不孝的话，小心张会长叫保安把你轰出去！姐姐，都怪我，哎，一时不小心没站稳自己摔了。你可算说了句人话。所以呢，姐姐就不必因为此事给我道歉了。但是，抢我画的事必须道歉。画是我的，你说我抢？姐姐，你抢走了父母的宠爱，哥哥的关心。我念在你刚回来不久，所以我也不跟你计较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又要来抢我的创作，还要抢张会长的徒弟之位。首先，我没有抄袭。你有话好好说，你这么大声音吓着我们纯纯怎么办？都这样了，还不够丢人吗？行行行，画是我创作的，我是爸妈生的。你说我抢，你有这颠倒黑白的能力，用在调色上多好。你这么小肚鸡肠干嘛？就算是你的又能怎么样？给你妹妹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小肚鸡肠，刚才还让我不要后悔和沈家断绝关系，现在就说她是我妹妹。哎呀，怎么是看我现在被会长收了，想跟我套近乎？好徒弟，直性子，我喜欢。下周有个画展，你有空的话和为师一起去做幅画。乐意至极，谢谢师傅。好啦，你我师徒之间，就不要如此客气了。什么好处都让他占了，又是关门弟子，又联合办画展，这是要一飞冲天啊！不行，我不允许。爸妈，
姐姐现在被张会长收为关门弟子，还要合办画展，咱们不能就这么和她断绝关系。纯纯说的对，这个白眼狼现在发达了，就想撇开咱们家里一人享受。他想得美，打电话让他回来。青瓷，没事回家一趟。这我和你妈还有你妹妹在赛场说的都是气话，这哪有父母跟女儿断绝关系的呀？说吧，叫我回来又想干什么？姐姐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这本来就是你家啊。是啊，青瓷，你不能真不认你这个爸爸吧？说不要我的是你们，现在看我有利可图了，又想把我认回来，你们的脸皮还真是厚啊！青瓷，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你回来，爸补偿你。从今往后呢，你的生活费，爸双倍给你。沈心慈，你笑什么？我笑，当然是因为你们可笑。你不相信吗？是真的给你加生活费，2倍不够吗？那加3倍。你就算给我100倍也无济于事，谁在意呢？零的多少倍都是零。零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少在这装了！这么多年在沈家，没给过你生活费吗？不可能，纯纯每个月至少有20万的零花钱，逢年过节还有大红包，你没有，怎么可能啊？哦，你这话倒是让我想起来，我刚来沈家的时候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。那今年生日我就出去和同学们一起过了。好，我们纯纯呢也长大了，新的一年，爸爸祝你天天开开心心。谢谢爸。去吧，纯纯，好好庆祝一下。爸昨天就安排过了，红包呢让孙妈放到你的床头柜上。过生日还会有红包啊？是啊，这是我们沈家的传统。生日当天，爸妈会发压岁钱庆生，年龄越大，红包越多。我今年收了10几万呢。10多万？那得多大的红包才装得下呀？青瓷，你刚回家1个多月，等明年你生日的时候啊，爸也给你安排红包。爸爸，我的生日前天已经过了。啊？你生日过了？没关系，明年啊，明年爸爸一定记得。这太多年没在家，爸还有点不习惯。后来，别说是生日红包，我连生活费都没见过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没给过你生活费？你看我干嘛？家里的生活费又不是我在管。孙妈，你过来。哎，不可能，没给过你钱，你这几年怎么过的？先生，大小姐每天放学在邻居家做家教赚钱，有时候回来早了，还会收集家里的废品拿去卖。原本卖废品该是我的外快，但这家的小姐实在可怜，我一个保姆都不忍心和她抢了。回到沈家以后，我没花过沈家的1分钱，也没占用过沈家的1间屋子。做女儿做到这个份上，你们也该满意了。结果，为了一个养女，3番2次的找我麻烦，四处挑刺。他沈星纯有一点不痛快，就都推到我身上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不这么说，那怎么说呀？你到现在还在维护沈星纯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她到底是你的养女还是亲生女儿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亲生女儿？啊，老公，我们只生了她这一个孽种。你们是只生过一个，那你生过几个？沈心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竟敢质问你的亲妈！你慌什么？本来我是信任你，你这一慌，我倒是起了疑心了。先生，我要告发太太隐瞒二小姐身世。二小姐？你说什么？二小姐是太太和其他男人生的。孙妈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老爷，我不敢瞎说。什么？你是家里的老人，你说的话我相信，说吧。先生，我不敢瞎扯，我在沈家20多年了，勤勤恳恳，本本分分。孙妈，你闭嘴！太太，您再威胁我也必须说出实情了。真没想到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了，还赶上一场大戏。先生，二小姐她是太太亲生的，1年您出国做生意，整整1年没回来。
我回来的时候，沈星纯已经回家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是因为受不了沈清慈走失难过，就从福利院领了个半岁的女儿回家？您出国不久，太太肚子就逐渐大了起来，没过多久，她就回娘家住了好多天，再回来就带着二小姐了。起初我也不敢相信，直到我听到太太和他人打电话说了这件事。你这个贱人！哼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你在骗人！你自己说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别在这编些鬼话来糊弄我！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当妹妹出国以后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犯了错。我本来是要打掉孩子的，可是我实在不忍心啊！一时鬼迷心窍，让沈家替你养了20多年的女儿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老公，求求你，看在我们夫妻30年的情分上，放过我。纯纯她不知情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求你不要迁怒纯纯。哎呦，还是母女情深的信。让我把自己老婆和别人生的女儿当亲闺女养了20多年，你还让我不要亲呢？爸爸，我给您端茶倒水，听您的话，就算您不要妈妈了，你也不能不要我呀！我以后一定更乖更听话，你别赶我走。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更乖更听话，你是想继续留在沈家，享受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吧？我可跟你说，他对沈星纯可比对我好多了。你说他该不会是更爱沈星纯他爹吧？说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是爸爸，这不是真的，我就是沈家的养女，不是妈妈在外面亲生的。你先别叫我爸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等我查清楚了再说。真是你亲生的，就带着你的好闺女一起给我从沈家滚蛋！不可以，我嫁进沈家3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竟想赶我们走？不可能，这不能够！爸，这20多年来，我一直把你当亲生父亲，就算你不要妈妈，你也不能不要我呀，爸爸。我现在就叫人做亲子鉴定，等结果出来，你们就收拾东西给我走吧。你真的好狠的心啊！我们夫妻30年的情分，你竟为了一个外人！外人？我啊？你说我是外人，你还真是刷新了我对不要脸的认知。行了，司马，带夫人回房间。怎么样，众叛亲离的滋味好受吗？其实我回沈家之后就发现，在你的眼里，最重要的就是沈家和沈家的面子。亲女儿被养女欺负，被偏心对待都无所谓，只要不在外面给沈家丢人就行。你说的对，我之所以给沈星纯如此偏爱，就是觉得她能在比赛中获奖，给沈家争光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可能获奖，我也很优秀，也会被认可，也能让你面上有光。这是在教育我吗？你早就无药可救。老爷，大小姐，夫人出事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好像是自杀了。吓死本姑娘了！不是说她死了吗？我还以为诈尸了，差点吓死我了。不过也是，像她这种人，怎么可能真的弄死自己？妈妈都这样了，你还说难听的话刺激她，你什么居心？不能因为你整天满口谎话，就不让人说真话了吧？收收你的性子，叫你回来干嘛的？干嘛？不是看热闹吗？不然我回来干嘛？这个是我刚打印的文件，不会是离婚协议。爸爸，如果你和妈妈真的离婚，我可以跟你吗？还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不，我不要离婚，我不签字，我生是沈家的人，我死了也要进沈家的坟。做错事就要受惩罚，他是你的因，那这就是你的果。签了吧？我不签字，我不离婚，我女儿还在沈家，你不能赶我走。我也不是一点情义不讲的人，这些资产你可以拿走，够你下半辈子花了。不过你做的事儿，实在是让我恶心，今生今世再也不想跟你相见。不会签字，我不签字，我是不会签字的。只要我不签字，我就还是沈家的夫人。妈妈，你就把字签了吧。你和爸爸离婚，
对大家都好。沈星纯，你到底什么立场啊？姐姐这话说的好奇怪，妈妈做错了事，我自然是站爸爸这边的。难道不是因为你爸更有钱？当然是因为沈家更有钱啊，不然还能图什么？你先闭嘴，陈新纯，你是你妈最偏爱的小女儿，你就愿意真的留在沈家跟我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爸爸？爸爸，只要你同意我留下来，从此以后，我只有爸爸没有妈妈。那你就没想过，万一你亲爹更有钱呢？妈妈，我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啊？先别急，万一你的亲爹真的更有钱，那你还要继续留在沈家吗？沈清慈，你当我是傻子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肯定是回去找我的亲生父亲啊！你不也一样吗？不然你干嘛回来沈家啊？很震惊吧？你们沈家养了几十年的女儿，不仅是个私生女，还是个白眼狼。我真的是错了，我早知道会养出你这样一个白眼狼，我当年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把你生下来。这20年，我把你捧在手心里，疼了你20年，没想到你会为了留在沈家，出卖我，背叛我。疼？你那是疼我吗？你只是把我当成讨好沈家的工具而已。沈清慈没回来之前，我是沈家唯一的大小姐，所有的人都围着我转。可她一回来，爸妈的注意力全被她抢走了。爸，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付出了多少努力，才装成今天这副善良的样子。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，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个善良乖巧的小姑娘，没想到你的心思怎么这么歹毒。是啊，我就是装的，为了留在沈家，我装了20多年的乖乖女。沈清慈住进车库，是我一手设计的，我故意把行李扔进车库，然后告诉爸妈，是她自己愿意住的。哎呀，学校说她欺负同学，是我让朋友散播的谣言。还有这次比赛，我就是要诬陷她，让她永远抬不起头。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没想到的还多着呢，他还弄坏我攒钱买的话剧，把我的颜料换成劣质品，让我过敏住院，对吧？我的好妹妹。是我瞎了眼，被你这副虚伪的嘴脸骗了20多年，还一直受你的教唆，害了我的亲生女儿，我真是该死。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你回来，我现在还是家里备受宠爱的大小姐。别把你的恶毒怪在我身上，你骨子里的自私和贪婪，就算没有我，也迟早会暴露。这些年是爸不对，轻信了歹人，让你受到了伤害，爸补偿你，每个月给你发钱，你就别怪罪爸爸了。用不着这点微不足道的弥补，我自己辛苦挣钱的时候你干嘛去？现在想起来弥补了，孩子死了你来奶了，大鼻涕进嘴，知道甩了。你现在牛起来了，一幅破画能值几个钱呢？也不多，也就200万。200万，早知道你这么能干，我早就把你接回来了。现在后悔晚了。是沈家有愧于你，等爸爸这事处理好了，一定补偿你。不必，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小时候，别人都有家，我没有。我在外面没钱吃饭，只能捡垃圾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？后来，我捡瓶子卖废品，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，是好心人把我送进了福利院。小时候我也想过，是不是死了就能解脱了？但是我又想到，我的妈妈那天跟我说，让我在路边等她，我就乖乖的等啊等。我等了很久，她也没来接我。你走丢那天，是你妈妈带你出去的？是我看到妈妈出门，自己偷偷跟着去的，结果却看到她跟一个陌生男子抱在一起。她看到我惊慌失措，让我站在路边等她。妈，那天的雨下得好大。那天你回来的时候，雨已经停了。你听说青瓷走丢，你还大发雷霆，原来是你把她带出去。
你故意把他弄丢的！你故意把他弄丢的！是他撞破了我的好事。我原本只是想惩罚他一下，让他在外面待一会儿。可是我回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我倒是要感谢你，就是因为你走丢了，你爸才会一气之下到国外去做生意，才能让我顺利生下纯纯。你个贱人！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个离婚协议给我签了。不签的话，我立刻把沈星辰赶出去，把股份全部收掉，卡我也给你全部停了。别，不要这样，我签。从今以后，你与沈家再无瓜葛。爸爸，你和你妈一样，离我越远越好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